坐。这是干什么呀？快说。谭教授，这么晚还不休息吗？第3期的主题还没有出来吧？忙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主题还没定，所以要加班啊，真的好忙哦。我明天聊好吗？你个死女人的刀！你个刀！于再早，于再早！流氓！你看，流氓啊！我见义勇为，好人来的。立刻报警！站在那儿什么都不许干！你不许动，我马上就到，听见没有？报警！报警啊！看什么呀？带走。你也告诉小姑娘，遇到这种事儿一定要马上报警。她涉嫌强制猥亵妇女罪，证据充分是可以入刑的。当然，我们能理解她现在的心情。坐一下吧。但这种犯罪嫌疑人善于从精神上胁迫受害者，他越是怕被别人知道，没事，越是容易受到控制。到头来，他们只会变本加厉。还有，他说是男朋友就是男朋友了。这大街上、火车站，装亲爹的、男朋友的、装丈夫的，什么样的都有，一定要加强警惕。那很可能就是拐卖妇女的犯罪分子。公司安保一定要加强，警钟长鸣，知道吗？是，谢谢你。哎，这个稍后还要请你们配合，回公安局做一份详细的笔录，然后带我去你们监控室取证一下。带我们去监控室。哦，这边。舒小姐，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事情，早点告诉我们，千万不要自己一个人承担。现在警方还在进一步的取证，如果你手上有他对你威胁的证据，全部拿出来，我来帮你处理，好吗？他给我发过一些照片，还在我手机里。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我的地址的。对不起，我真没想过他会找来。来。好。谢谢于编导，谢谢陶教授。你的衣服真有特色。啊？我知道下期拍什么了。好了，我送你们去公安局做笔录啊。哎呦，骗我！给熟人放1个星期的假，然后把现在的保安换掉，再多加几名。我不想这样的事情再发生了。该换呀。对了，这件事情只有你和我知道，不许告诉任何人，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这事儿发生这么突然，是不是让于编导也休息几天？你看他像受惊过度需要休息的样子吗？也是。进。
顾总，您现在有时间吗？没有。就耽误您5分钟，我想聊一下后面的策划。医院去了吗？医院。多谢顾总的关心，不过我没有受伤。有空去精神科挂个号。任何女性遇到昨天晚上的问题，第一时间应该报警，而不是贸然去对抗一个成年的男性。我认为你应该好好去检查一下，看看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。事发突然，没来得及做预设。不过顾总，您关心人的方式还真是挺特别的呢。我爸把你放在这儿，万一你出了什么事儿，他一定跟我没完。我现在警告你，请你以后自觉一点。我又不是幼儿园的园长，没空在那儿盯着你。顾总，我知道做什么选题了，服饰，清代宫廷女性服饰。你的策划呢？于编导也有新创意啊，不如说出来听听。没事儿，我还没想好。顾总，那我先出去了。这没想好怎么就来了？顾总，做服饰特辑怎么样？先做具体方案吧。芙蓉，你说，他是不是真的有病啊？不像啊。不是你爸到底怎么跟你嘱咐的？也没说他有病啊。哎呀，不好办呐。这么个旗袍。这个颜色不错。哦，对，这种青蓝。往下。这种颜色也挺有意思，比较淡雅。下一张。这个就有点老气，对吧？这应该像是民国的那种感觉。嗯，对。穆导，照片怎么样？刚才你说以清代女性的服饰为主。嗯，到了现在的发展，我们可以拍旗袍。旗袍倒是不错，但是旗袍流行于民国，它和清朝满族妇女的旗装啊是两回事儿，而且到现在它的起源其实还存在很多的争议。我们不能讲这些没有定论的东西，我们的立足点应该放在宣扬中华传统的技艺上。你看这张。这就是典型的苏绣技法，平金银绣，装花纱夹袍，就很华美。我们可以去南京的云锦研究所拍摄素材，这样的话就能避开所有的争议点。穆导，你这身衣服穿几天了呀？不换呀？你这颜色也配得太土了呀！还有啊，你天天就是戴一帽子，你是不洗头啊？我少白头行吗？王大小姐，能不能别主动挑衅啊？我是想借此告诉你，观众的意见固然重要，但是自我表达的权利和主张更加重要。再说了，如果我们有错，我们就拿出来讨论一下，这才是专业的态度。哎，王姐，这点我同意。你话怎么那么多呀？我觉得不见得。我们节目的特色就是通过文物引出中华传统的技艺，而不是通过什么华丽的事物博得大家的眼球。旗袍呢，只是个载体。旗袍所体现的镶嵌滚荡，还有那些奢华精美的刺绣缂丝，不正是你口中说的中华工艺的体现吗？审美的偏狭是智力的缺陷。怎么说随便你，我不怕争议。到时候大家都忙着打嘴仗了，看谁还来欣赏你的手艺。穆导，您不看了？
翁姐，您上次说的那位做旗袍的老师傅，放心，都联系好了，随时可以采访。谢谢翁姐。来，大家快过来，公司啊发福利了，公司福利啊，别急，公司福利啊都有，每个人都有。来，给，来，刘玉，谢谢。给我来一个。哎，来了没有？凭什么男的没有啊？不是防狼神器，你大老爷们要它干嘛？就是。我也得防个狼啊！你本来就是狼。我顶多就是个哈士奇。给我来。这个大小刚好可以放包里。有没有数据啊？在侧边。这件吉服袍是清代皇帝后妃的礼服，通常用于重要的节庆穿戴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这部位的龙、彩云、海水等纹样，用的都是历史悠久的苏绣技艺。当然，要想了解清代的女性风尚，除了看现存的实物外，还有一个有趣的途径。康熙中期，美人画从江南传入宫中，康熙、雍正、乾隆3位皇帝都是美人图的爱好者。最有趣的是，雍正帝的12美人图，画中的美人一律身着汉服。看，陶教授，我们原本打算拍些清代后妃的袍服，结合您的讲解，让观众有个更直接的印象。您刚刚说的12美人图都是汉服美人，而非旗装，跟咱们之前商定的主题脱节了。后面的旗袍很难做衔接的，您看是不是还是按台本上？袁编导，我早就说过了，这次展出既有清代的文物，又有明代的藏品。既然要做女性服饰，为什么不做成明清特辑呢？清廷留存于世的照片实物更多，国内外的观众对这个朝代也相对熟悉。您知道，选择清代后妃的袍服作为切入点，对我们的海外发行是最有利的。这也是一种正向积极的文化传播，不好吗？文化传播本来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如何将冷门变成热门，将观众的非常陌生变成由衷的喜爱，考验的不就是创意吗？是，陶教授，您的意见我听明白了。我早就打算做明代文物特辑，只不过这一期先讲旗装可以吗？您帮我个忙，还是按我原先准备的文物脉络介绍。下一个是酱色绸绣花蝶纹长衣。是的。开始吧。好。老师，帮您整理一下。穆导，这您多操心，我要去另一组看看拍摄情况。请便。好了，谢谢。好了，准备了。3、2、1，开始。看完了清代女性的流行服饰，不知大家对明代是否产生兴趣呢？第一期我们看了大明皇后冠，今天我们通过馆藏的明朝服饰，对名人的生活一探究竟。刘师傅，哎，刘师傅，哎，您坐这儿就行。啊，好。刘师傅，您就看着机器讲就可以，别紧张。哦，好的。OK。是这样，刘师傅，咱们先简单的做个采访，您就对着机器说啊，就跟他交流，跟他说话，想聊什么聊什么，想说什么说什么。好。说什么？您就这样，您先聊聊这个什么时候开始做旗袍的？哎，那我14岁做学徒，有60多年了。稍等，还没开机。开机啊！你看我就这样啊，就这样，刘师傅。好的。3、2、1，开始。我14岁做学徒，做旗袍有60多年了。哎，继续。
说什么？然后呢？这好，刘师傅您好。哎呦，哎呀，好久没见了。小花你好。是这样啊，我想做一身旗袍，可是呢，我不知道我是适合长款的还是短款的。哦。还有啊，这个旗袍有很多袖子，还有坎袖啊、长袖。对。那您说我应该穿什么样的更好看呢？哦呦，你早讲啊！其实啊，我个人特别喜欢复古的，您帮我推荐一下好不好？好的，你等一下啊。好。这就对了，还是这些老式的审美有味道。哎。来，都是30年代的月份牌。对，这个立领啊，这个盘扣啊，腰线呀，样样都有讲究的。旗袍嘛，差了那么一丁点，那就什么都不对了。来，好，哎，这边来。哎，好，你放这里，拿着本子记着。哎，来了。中国的旗袍，为了凸显女性的美好身段，展现含蓄优雅的东方美，在定制的初始，最讲究分寸2字。颈、肩、袖、胸、腰，对人体36个部位的测量，依靠的不仅是手中的皮尺。更多考验的是旗袍师傅的眼力。一件旗袍做得好坏，尺寸最重要。师傅在已有的尺寸上放多少，更考验师傅的眼光与审美。面料定型，为避免真丝面料水洗后的收缩变形，保证穿着的舒适度，裁剪开始前，需对面料进行简单的定型处理，将清水喷洒在面里料的反面，同时轻轻卷起面料，经短暂的放置，面料充分吸水收缩后，再进行整熨。一件手工定制旗袍，最能体现旗袍师傅功力的，便是裁剪。一把小小的剪刀，增1分则肥，减1分则瘦。不能仅仅根据测量的数据进行划线裁剪，它的每一个步骤都要做到恰到好处。好了，大功告成啊！哎，你看，哎呀 ，OK。刘师傅，您歇口气，喝口水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啊。好，多歇会儿，歇会儿。小鱼呢？这是什么？当然是 B 组的拍摄计划了。我不同意。于编导，前期的采访准备中，你并没有从老师傅身上挖掘出任何有价值的故事，这就意味着你整个拍摄内容可能会整段垮掉。为了节目看点，进行适当的艺术虚构是必须的。我想你身为编导，应该能理解我们和纪录片的差别吧？当你无法找到看点的时候，你得学会制造它。我才是 B 组编导。这期的主题是我在把控，非拍不可吗？我希望你能顾全大局，好好配合我，尤其是在你提不出任何好创意的时候。好，那你自己拍吧。王姐，这次 A、B 两组都是由佳音姐统筹，但是现在她人还在苏博，那边可能会有点问题，但是她解决完就会赶过来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歇会儿吧。好。我带他们去参观娘娘墓出土的女金棺，他们也不感兴趣，就盯着清宫后妃的服饰猛拍。他们要的是美丽夺目的旗袍，真正的目的啊是讨好女性观众。这我都看出来了，你还能没看出来？陶教授，那我先走了，辛苦了。
陶教授，可以跟你聊聊吗？袁编导，进了苏博就要拍出苏博的特色，苏州独特的园林式建筑，巧夺天工的缂丝和苏绣技艺，独具风雅的明式家具，还有上至远古下至明清的历代文物，你们都有好好拍了吗？陶教授，观众要看文物可以进博物馆，他们要了解工艺流程可以去看纪录片，可是节目还是得有可看性的。您拍苏州园林，拍明式家具，拍墓葬出土的文物，那些画面能比拍旗装和首饰更漂亮吗？节目要点击率，要话题度，要对投资方、广告商负责任，我非常理解。但是进了博物馆拍摄，就必须要尊重这里的文物和历史，尽量在文化价值和娱乐价值之间找寻平衡。一味迎合观众的审美取向，最终会被观众的需求绑架。等你没了鲜明的节目特色，第一个抛弃你的也是观众。陶教授，言尽于此，请你自己斟酌。今天该配合的我已经拍完了，再会。陶教授，陶教授。喂，我要换一个专家。你要换什么？我想换一位专家，要听话的。能听你话的，那就不是真正的专家，那叫演员。好了，我相信你会处理好的。哎，我这出戏有演员就够了。去趟博物馆？不，去 B 组。顾总好，大家辛苦了，请大家喝咖啡。来来来，有特调果咖和茶咖哈，谢谢，谢谢。王姐辛苦了。谢谢老板。刘老师，哎呦，谢谢谢谢，辛苦。王姐，拍摄还顺利吗？啊，顺利呀，画面拍得特别美，回头您自己看回放哈。特调果咖还是茶咖？茶咖。好，谢谢。你在找呢？他，不是你们编导呢？怎么不在现场啊？他就算人死了埋了，也给我挖出来。给我打电话去。你来看拍摄进程啊？怎么我刚来你就要走啊？我下午4点有个会。你等会儿，这不还早呢吗？还有时间，一起进去看看。陶教授，哎，苏荣，啊，你怎么来了？陶教授，公司给我放了1周的假，可我在家实在睡不着。有任何需要帮助的，请一定告诉我们。谢谢陶教授。啊，您是来找顾总的吗？不是。哦，我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出发了，于编导应该在旗袍工作室拍摄。我刚刚给谢瑶打过电话，于赛嫂不在拍摄现场。啊？
你为什么不回拍摄现场？交不出答案，空坐在考场有什么用？你在这里坐多久了？3个小时。这倒是真少见，我以为你分分钟就能有灵感呢。我的主题被人抢先了。这说明上天在提醒你会有比奇装旗袍更好的创意啊。这次的主题是服饰，要与展会相关。你是让我做明代服饰，去跟袁家英打擂台赛吗？是雅会。中国只有明清服饰吗？那这次展会还会展览其他朝代的女性服饰吗？你让我怎么办啊？那这件事你得自己考虑。中国有上下5000年的文化历史，把明清捆一块只占1/10。文化大转的女性服饰以明清为主，其他书画藏品可就多了去了呀。咱俩一块拍照。行，来，你看，你给我拍一张。行，给我来一张。来来来，来，我再给你拍一张啊。哎，这个怎么了？在看什么？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民国旗袍以阴丹士林布旗袍为国民装，各个社会阶层作为最普遍的日常装来穿着。真丝面料旗袍因其柔软易脱丝的特性，在对裁片进行缝制前，面料的边缘需用传统刮浆法进行固定。熟练地掌握浆糊的粘稠度和刮浆的方向，确保旗袍边固定妥帖，才能让缝制的过程得心应手。刘师傅，咱们脸上可以带点感情啊！啊，什么感情？林太太不是裁缝铺老板的女儿吧？你们的感情肯定发生了很多磨难吧？什么磨难？谢瑶，停一下。刘师傅啊，您说过家里都没人了，一日3餐不济才来做学徒的。那老板舍得把女儿嫁给你吗？哦哟，那你就不晓得了。我师傅一共有4个徒弟，阿拉是最奇怪了。别人都经常回家探亲，阿拉就住在店里认真学。我师傅对阿拉那是喜欢的不得了的。这门不当户不对的感情，那会受到父母的阻拦啊。哦，那是什么年代？劳动人民最光荣，我们都是无产阶级，不讲究这个，不讲究。那你们之间就没发生点感情波折？我们不是青梅竹马吗？您看是这样啊，我们的拍摄呢会补一段你们的感情故事，就比如说你们2个人谈恋爱的时候受到父母的阻拦了，然后无奈决定私奔。不可能的，那个时候连饭都吃不饱，没有力气私奔，奔不了的。怎么奔不了呀？那艺术创作嘛，创作需要啊，对不对？哦，你是讲编故事是吧？啊。哦，不来塞，阿拉编不了的，编不了。
你先前怎么沟通的？我不是让你把整个拍摄计划都告诉刘师傅吗？他为什么现在什么都不知道？你就这么做事了？对不起，袁编导，我再重新沟通一下。去啊！佳音，过来一下。佳音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个职务叫编导吗？你真以为只是确定好拍摄方案、指挥一些采访和剪辑吗？策划看点、立好人设，这都是节目很重要的环节。那狗血的冲突会影响节目的口碑，我当然知道了。但是它的收视率好啊！涛腾给我讲什么文化价值，你是不是也这套说辞啊？我说的不是这个，你为什么那么焦躁？我没有啊。你有不有？难道我心里不清楚吗？佳音，收视率我自己会看着办，我也不反对你戏剧构思，但是我希望你能冷静下来，好好想一想，你现在在干什么？你看看周围的人，都被你的情绪给影响了。再加一点内容，这样整体会更丰富一些。哦，就是内容不变的。加一点。我明白明白。好的好的，你放心，我配合。好，谢谢您配合。好。我差点被于再造绑架了。被他绑架了？节目是要挖掘人性和故事，但这就跟写日记一样，不是每件事都有值得被记录的价值。可是节目每期都要拍，挖掘不出好故事的时候，很容易被逼入绝境。你就像放弃拍摄于再造，我也同样走入误区了。放心吧，我会处理好的。我相信你。各位注意一下啊，咱们今天的拍摄可能需要调整一下。到目前为止，您和刘师傅打交道是最深的，我想征求一下您的意见，咱们的拍摄计划要怎么调整？终于想起我来了。你呀，跟小鱼一样，年轻又自负，总是以为自己就能找到故事。我这不是来了吗？希望不会太晚。我跟你说呀，这个刘师傅啊，夫人40年前就离他而去了，给他留下一个儿子，孤身一个人呢把儿子养大，结果儿子又遭遇了车祸，现在他带着孙子。哎，你看他现在老的都干不动了，这个工作室快后继无人了。那他的孙子？孙子我也叫来了。这么多人啊？这不来了。哎，爷爷，干嘛呢？是上电视啊？这个小子了，你看你打扮成什么样子了？我挺帅的呀。你个小瘪三，你还帅？哎，干嘛呀？这是？你别跑！不要跑！这，故事来了，笑，快拍啊！不要跑！不要跑！王姐，我也先过去了。啊，快去。迅哥，还玩呢？鱼在哪儿找到了吗？他说回公司了。先走了，去。你看，这是我这期拍摄准备的衣服，你看这件。孟导，别吓着导演啊！
你终于回来啦！哎呀，他等了你快1个小时了。等我干嘛？给你求情？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，你太不负责任了。像你这样，好好自我检讨啊。嗯，齐了，终于齐了。什么齐了？董事长亲自安排1个小时，书画服装全部到位。木导，我们拍点真正有趣的东西吧。一会儿漏点火千万别急。这次拍摄是你爸亲自批的。我爸什么时候批的？我确认过了。来帮我抬起来。确实是你爸批的。导演，我们可以按原计划改。就算是我爸批的，他也不能擅离职守，给我开天窗吧？那怎么着？给他停了？停！必须给我停了！我得跟你说啊，这次拍摄任务急，人不好找。那灯光设备、场地人员条件是款到人来，钱可都打哇哇。那个。还停吗？还怎么停啊？就是啊，这没法停了。顾总，您来了。于在找人呢，我问他人在哪儿。好，顾总，你来的正好，跟我过去看看吧。看什么看？我要看看于在找到底躲在哪儿。人呢？哎，快，抓紧时间要开始了，快！模特不合适，于在找自己上来，你体谅一下吧。这都什么情况啊？哎，快，就等你了，抓紧时间做，过来。我有数。哎呀，不是。3、2、1，开始。西汉马王堆1号墓题形帛画，在随葬品清单上被称为非一。其中段的华盖与一鸟之下，是一位身穿绕肩曲裾衣的老妇人侧身像，2人在前方跪迎，3侍女其后随行。晋女史箴图绘上层女性日常生活图景，图中2贵妇席地而坐，以揽镜自照，已坐于镜台前，由宫女梳妆打扮，皆服大袖长衣。图中梳头宫女发饰，于云髻额后下垂一梢，形如燕尾，称为垂梢。妇女发间正如曹植头上金珏钗，腰佩翠郎干一诗记载，多以步摇、金珏钗装点。唐步辇图，图中太宗坐步辇，由2宫女抬辇杠，另2宫女手扶辇板。宫女头部发饰为隋至初唐样式，发髻层叠盘绕，是以云鬓，上身着小袖衫子，肩部披佩子，用薄纱做成，腰线束于胸部，下身着渐色长裙，做12破款式，裙内穿小口条纹裤，脚蹬透空软锦靴，为初唐女子流行的风格。唐捣练图绘唐代妇女捣练、理线、熨平、缝制时的劳动场景。图中女子头梳高髻，两鬓抱面，身穿小袖衫子，肩搭披帛，着各色长裙，是盛唐时山裙装的代表。晚唐5代簪花仕女图，图中贵族女子梳高大蓬松的云髻，髻顶簪花，插金步摇，画桂叶眉，身着大袖纱罗衫，配披帛，拖地长裙，反映的是晚唐5代时期的贵族女子风貌。
代韩熙载夜宴图，图中月髻梳高髻，着衫裙，腰线回归至腰部，配披帛，身形由丰腴转向清瘦，为当时女性的日常装扮。宋蚕织图长卷，自腊月育蚕到夏季入乡，描绘南宋江浙一带民间养蚕、织帛的24个场景。图中劳动妇女服饰均为宋装。元世祖出猎图，绘元代贵族弯弓搭箭、做事预设天空雁群的场景。元代服饰随身份等级差异，高等贵族奢侈华美，有各种织金通绣蓝纹；平民穿棉麻葛布或粗绢棉绸。明宪宗元宵行乐图，图中嫔妃宫女头戴高高的笛髻，插戴各色头面，上袄下裙，裙摆膨大，犹如伞状。清岳曼清游图册，系画家为乾隆皇帝创作的12月清宫美人图，绘古装仕女寻梅、赏花、吟诗、玩乐的闲游情景。旗袍，流行于民国时期的中国女性服饰，形成于上个世纪20年代，兴盛于整个30、40年代，一直蓬勃发展至今。旗袍通常右衽大襟开襟或半开襟，立领盘纽，侧摆开叉。不同的年代，随着女性的着装需求变化，并融合西方时尚元素，小雨，旗袍的式样、领高、袖长、开叉的高矮也随之改变，在美丽的中国女性身上留下了鲜明的时代烙印。这个小丫头片子还挺漂亮，看看。
从这些传世的珍品画作中，我想观众能看到含蓄优雅的中华传统女性之美。我想中国女性的美丽绝不仅仅于她们的妆容与服饰的，对吧？对，我们这期的主题就按照中华女性衣冠做出调整，各部门积极配合，等到第2期上线，第3期的内容同步制作完成。那我们辛苦拍摄的旗袍怎么办？老艺人的故事怎么办？缩短时长吧，不要破坏这一整期的节奏。要走啊？这里不需要我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在偏袒于代早？我没这么说。如果你觉得在我这儿不能发挥你的才干，你随时可以离开。但是如果你认为你会怕输给于代早，我必须留下你。为什么？是，我承认，于在早在这方面非常有天分，但是这次找不到林肯，他足足消失了3个小时，毫无责任感。而你不一样，身兼2组，顾全大局。如果我失去你了，这个节目迟早会开天窗。可是没有可是。佳怡，不要再次逃跑。老板，出事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？你先别急，大家一起看看。非遗物语，每周6晚间8点，我们陪您一道走入非遗的世界，鉴赏中华传统的艺术。在这里，再也没有曲高和寡的宣讲，只有雅俗共赏的欢乐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和我们节目的主题很相似啊。这是日本节目吗？在说话。我给你解析一下这个词语：非遗文物语，意思就是让非遗和文物说话。哦。文化节目当然越多越好，兴起推广传统文化的热潮本来就是一件好事儿。没那么简单吧？这2档节目播出的时间中间间隔的非常非常近，他们最近也在苏州取景，这想避都避不开，竞争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激烈。如果我是对方的制作人，我也会选相同的题材呀，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更高的关注度和话题度。无风无浪多没趣，有人竞争才好玩嘛。我是说，良性的竞争可以促进自身的进步和传统文化的发展。
顾总啊，阿旭，给佳云订张机票啊？佳音，我永远都希望你好。我留下来。我是这个节目的编导，我先出去工作了。哎，等会儿，有个事儿啊。又有什么好事儿？你爸，那个他让我在那个餐厅给他定个位置，不过没有不过，照办。确定吗？啊？哎，谢谢。于编导，小心烫。陶教授，谢谢。谢谢。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一定要告诉我。明知道对方下期的主题也是乐器，你还要跟这个主题啊？为什么要刻意回避呢？好吧，我回去找找资料，看看有什么能帮到你的。陶教授，求帮忙。不行。顾叔叔跟小鱼都开了口，我肯定得给他们个面子。何洁，我肯定要学吃，可我不知道怎么跟顾总相处啊。只是吃一顿饭不会有什么问题的。可是他上次已经让我去看精神科了。陶教授，你心肠这么善良，不忍心看我露馅的吧？我觉得你现在的状态就挺好，保持住。毕竟我不是你的保姆，不能什么事都依赖我。我先走了。顾总，你迟到了。不好意思，路上堵车。走吧。怎么样？只是个和解宴而已啦。石庸平时很敏锐，又一直对你有所怀疑，借机展现温柔和女性化的一面，尽量避免让他联想到你的异常。真的吗？我看过一些研究报告，确诊的情绪问题的病人，女性数量远多于男性。我这病不是一开始就有的，医生说有的就有。事实上，表演型人格虽然女性多于男性，但也不绝对。让他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方面，对你更安全。那这件呢？就这件吧，再见。有一件事情呢，我想阿姨是误会了。我同意来吃饭，不代表同意她的想法。你是我的下属，公司的员工，我不会和你发展超出上下级的关系。更重要的是，你不是我欣赏的类型，完全不是。你是说？也许我刚才的话会让你感觉到被冒犯了，但是我认为彼此达成共识，可以避免今后的误会。哦，
我父亲呢，心脏不太好，我不想因为这种小事跟他发生争执，所以，工作之内，我是你老板；工作之外，普通朋友，仅此而已。好的，顾总，我明白了。你真的明白了？嗯，明白了。那最好。点菜吧。嗯。服务员。先生您好，吃点什么？您好，谢谢。这是我们的招牌菜，您可以看一下。嗯。要一份主厨推荐套餐吧。好的。记得替他单独加一份。再要一份西班牙雪梨酒鹅干冻，再要一份椰子芒果慕斯。嗯，好的。其他还有什么需要吗？可以了。好的。先生您呢？一样。好，一样。打扰了。这些都是他最爱吃的。不用做到这个地步吧？一会儿呢，有一个非常好听的音乐会，你要是不介意的话，可以跟我一起去。就算我们是普通朋友，看个音乐会，应该也是可以的吧？你觉得呢？你同意吗？好啊，一起去。看我干嘛？吃啊！多吃点。嗯。
顺利就好，拜。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。这就是你的爱好。怎么能让顾总您来陪我抓娃娃吧？稍等一下哦，马上就好。就是这个。就是抓不上啊！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我要扫清账，看你往哪儿跑！给，谢谢啊。都买了。好的。这位小姐，不好意思打扰您，麻烦您让一下，谢谢。这位小姐，恭喜您成为本店今天的抓娃娃冠军，这是送给您的礼物。真的送我了？是，送给您的。谢谢。不用客气。还不走？哎，小姐，您这娃娃都不要了吗？哎，小姐。以后不会给我提音乐会了。真的？有那么高兴吗？对待朋友，一定要真诚，不可以处处隐瞒和欺骗，下不为例。你是说下次还要见面？怎么，明天不用上班，不用见老板吗？很晚了，上楼去吧。是，老板。这也能忘？出发。剩一点水，再分一份吧。行。这段是吧？我感觉差不多了。
各位，给大家介绍一位新朋友。这位就是我们的孙导。是这样啊，接下来呢，我还有一些其他的工作要去安排，所以呢，如果我不在的时候，这个孙导接替我的导演工作。以后大家多多配合，好吧？欢迎。孙导好，欢迎孙导。这位呢就是于编导，这位是我们的主摄影谢阳。大家好，请多指教。好了，这个大家都认识了，赶紧出发吧。好，好，来，走。反正这就是咱们的办公室，好吧？如果我不在呢，你就坐我的那个办公桌，好吗？好的，那我就跟你们干活去。不，你这样，你不跟他们一起，你跟我来，你在袁编导那一组，来，我送你去。好。大家请看，这是白玉双赤耳杯，明代玉杯是当时的特色器物。杯两侧镂雕螭虎，螭首额头上有阴刻王字，带有元代遗风。这是玉带钩，乾隆玉狗，白玉福禄寿。带钩源于西周，是古代贵族和文人武士所系腰带上的挂钩。这件是三足玉香炉，香炉工艺细腻，雕刻精湛，包浆自然，线条优美，轻轻擦拭便泛出光泽。此钢款青玉合锦杯，北京故宫博物院藏。杯为双筒相连式，外饰两轴绳纹，两筒间镂雕一凤为杯柄，杯前面雕双螭，并于两道绳结间雕方形式，其上着万寿二字。杯两侧分别着凸起的篆文诗句，其中一侧杯身铭文为久莫祥烟河，千春瑞日明，愿君万年寿，长醉凤凰城。另一侧杯身铭文为温温楚朴，既雕既琢，玉液琼浆，君天广乐。合锦杯应为明代皇帝大婚时所用器物。好。这是和田玉龙纹蝶耳活环瓶。和田玉龙纹蝶耳活环瓶，碧玉、圆腹、长颈，颈外是变形缠纹6组及圆形蝶耳，耳下各垂一活环。瓶腹浅幅雕穿花龙图案，龙身旁有花枝缠绕。推上去点儿。对，给陶教授的脸啊。定住。王主持啊，对不起，真的很对不住，可能需要您和摄制组再等一会儿。我们约好今天下午2点准时拍摄的。对不起，主要是上午拍摄时间太长了，等他们拍摄结束以后，一定立刻请你们进去。来得及，这不约好就说认怎么解释呢？我们今天再三确认过拍摄计划，你们并没有异议，也没有说今天有2个拍摄啊。对不起，真的很对不起，太对不起了。姐，范老师，您没事吧？没事。汪姐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
你们今天在这儿也有拍摄吗？是啊，好久不见啊！这位是《非遗物语》的栏目主持人万思华小姐。不用介绍了，汪姐可是我从前的学姐和前辈，我刚入行的时候还要多谢汪姐指教呢。好，既然认识就更好了。一会儿拍摄时间，那你们自己协商一下吧。请问你们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结束拍摄？哎，汪姐，我们的拍摄呀出了点小状况，这大概还需要1-2个小时。啊，这样我过去跟他们说一声，让他们快一点，别让汪姐等太久了。思华，开始了！来啦！哎，汪姐，你跟我们的制作人方哥好久没见了吧？这当初可还是他将您捧红的，不如一会儿没事出来坐坐。真是从我身上学到了不少。不过有件事情，我忘了告诉你。哎呀，方权这个人啊，这么多年了，还这点本事，无非就是拿前辈欺凌后辈这点新闻来吸引眼球。你条件这么好，跟着他可惜了，出不来的。该换就换吧。你还是跟原来一样嚣张，不知道自己已经过气了。我在你这个年纪，连续拿了3年的最佳主持。我希望你到了我这个岁数，说话还可以这样硬气。我一定会的。上上，于编导，我预约好了，真的都定好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临时调整，真的，我发誓。那等新的方案出来了，发给广告商之前，你还需要再看一下吗？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于编导，联系过备选的预料大师了吗？是，已经联系过了，说我们随时可以过去拍摄。于编导，咱这什么时候能拍呀？眼看着就要没天光了，没法再等了。我们要更换 B 方案，采访另一位预调大师。另一位？不可以。他们在故意拖延时间，难道采访不到李先生，我们就不拍摄了吗？你知道李大师正在筹备中华玉雕艺术全国巡回展吗？届时业内将有13位顶级的玉雕大师都会来出席，这将是今年最重要的一场非遗聚会。这个时候放弃，你认为合适吗？哦，怪不得他们非得死磕下李大师呢，联合着展览共同宣传，这一举好几得呀。拍不到展览，我一样赢他们。这个计划是公司之前制定好的。没有新的更好的计划出来之前，我绝不欣赏个人英雄主义，也不会让你拿这个节目去逞能。给顾时勇打个电话，问问他的意见。好的，王姐。舒荣，帮我补个妆吧。哎。哎，小鱼。你别和王姐争了，在 B 组她的意见比导演还重要呢。
好。收工。今儿拍的太好了，白老师，我跟你说啊，今天这几条啊，包括那几条，拍的太好了。陶教授，木导那边还有一部纪录片的后期没收尾，所以没办法一直跟踪。不过他特意邀请了孙导来协助拍摄，他拍文化节目还是很有经验的。我们一会儿要给他办个欢迎会，陶教授一起来吧。我以为袁文导会很生气呢。事实证明，你们的拍摄创意更好地保证了节目效果。只不过什么？因为职业的关系，我接触过各性各样的人，不过还没有遇到过像于编导这种。可能是直觉吧，我总感觉他身上有点不对劲。您感觉到了吗？做艺术行当的人难免有些特立独行。你不也一样吗？啊？袁编导，别愣着，咱一块儿吃饭去吧。今儿我请客啊！哎呦，陶教授今儿特别好啊！您讲的所有的知识点，我还学到了很多。走吧，咱一块儿。导演，我还有事儿，不好意思先走了，再会。啊，那下次。走吧，吃饭去。我跟你说，今儿是不是你感觉我拍的？哎，顾总，顾总，顾总，王姐，抱歉，我马上处理。腿麻了，我去走走。于大嫂，你到底在搞什么？你知不知道汪希妮是我费了多大劲才请过来的？她能给这个节目带来多少流量、多少话题，你根本无法想象。在节目拍摄前，我跟所有人都说过，只要她在现场，就要给她足够的尊重，不要给我惹麻烦。你没戴耳朵啊？于再早，你是天生有叛骨，还是仗着背后有人给你撑腰，就可以在现场为所欲为？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气跑我的主持人，让我的节目开了天窗，不管你是谁介绍来的，你要给我滚蛋！你说的什么情况？你有在听我说话吗？于再早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顾总。于再早，你要去哪儿？我还没说完呢。我要服从顾总的安排，去找汪主持协商接下来的拍摄计划。我是得到了推荐，但是能留下来全靠我自己。就算在这儿跟您开辩论会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我是个编导，片子会替我说话。那顾总，没事的话，我先去了。汪姐，估计1小时之内是无法拍摄的，要不您先去车上休息，我待会儿让助理去请您。年轻的编导就是没有人权，又要被主持人批评，还要被老板骂，这小玉也太无辜了，这怎么能怪他们？这要换了别人，现在就被开了。这得赶业绩了。小心啊，慢点，慢点啊！我跟你说，你以后见了他不要怵他，他当初也是我带出来的，倚老卖老，欺负你。顾老板，哎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哎，顾老板，实在是不好。哟，你看这么久没见着顾总，还是这么金玉其表。你也是败絮其中啊！我可没那么说你啊，讨厌！不好意思啊，诸位，耽误大家时间了，恐怕还得耽误一会儿。实不相瞒，我觉得今天有点悬，要不然你们另起高明吧。什么意思啊你？对不起，顾总，
李大师今天身体不适，不能再进行拍摄了。是今天不是，还是这2天都无法拍摄了？顾总，实在对不住，这是我们的疏忽。没事儿，顾总心胸大着呢啊，顾总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全国有名的玉石鉴赏大师确实难请。这么着，改天我来请客，专门赔罪。顾老板，你必须到啊！你们这是严重违约，你知道后果吗？不就违约金吗？明天早上打你们公司户头去，好吗？我们差你那点钱啊！那就不给了啊！你能别躲？不用跟这些没有风度的人较劲。没事没事，咱们把自己该拍的拍完，大事还等着呢。都散了吧，老板都走了，提前收工。该约饭约饭啊，该喝酒喝酒，散了吧散了吧啊！别占着这院子，这院子我们待会儿还得取景啊。散了啊！这样啊？啊，行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啊，改天请你吃饭。他们花大价钱收购了一块极品玉料，以此诚意打动了李大师。而且这期节目呢，邀请了目前流量最高的小花小草来做嘉宾，广告卖得非常好，平台的资源呢也更倾向于他们。就上期的点击率来看，我们虽然比较高，暂时领先，但是呢，从话题度和热度来看，他们是后来者居上。哎，那要一直这么下去的话，广告商肯定会对咱们节目没有信心，平台那边也会出问题。干脆啊，哎，干脆咱们呀，就找那么几个当红明星，让他们来客串一下子。这就有跟风的嫌疑了，也不符合我们一贯的节目定位。看我干什么？我是 A 组编导没错，但 B 组拍摄出了问题，会影响到整个节目。你是 B 组编导，现在 B 组出了问题，就没有对策？我在想，我们没剩多少时间了。你我给大家发一下，明天早上5点，请大家赶到王老师的工作室，他助理会带大家进行参观拍摄。他本人由于急事去了云南，明天我会带人飞过去完成他的个人访问，其他的等我回来之后再说吧。这样赢不了。现在的问题还是赢吗？如果节目无法如期制作完成送审，耽误了上线时间不说，你严重违约，还动摇了广告商，这关系到整个节目的生存。你各位该吃饭了，我订了餐。来，我帮你。谢谢谢谢。我会把计划email顾总，如果他也通过了，你别再固执。好了好了，都别吵了，赶紧放松一下，吃点东西。小鱼，吃点东西。蓉蓉，辛苦你了。王姐，外面有人找你。啊，好，谢谢。出去一下。真好，你咋知道我没吃饭呢？我猜的，给你的。谢谢。小鱼，这是你的特别加餐，辛苦了。谢谢。俩大鸡翅啊！你加油啊！一会儿你慢慢的吃，千万别噎着。凭什么还有特别加餐呀？还有个大可乐，还有大鸡翅。小鱼很辛苦嘛。吕在早，签字。你是 B 组编导，计划得你签字。去哪儿？我去洗手间。你没签字之前哪儿也别想去。于在早。李编导真可怜啊，上个洗手间还有人跟着。这是给小鱼的。变了，然后彻底变了，变得喜欢女人了。妈妈，默默，你怎么跑到这儿来找妈妈来了？默默昨晚哭着喊着要找妈妈，
他难道哄都哄不住，这才让我带着他来找你。我打了很多电话，问到经纪人那儿，才知道你在这里。妈妈在工作呢，你看，那边有一屋子叔叔阿姨等着妈妈开会呢。你这样好不好？你先自己回家看会儿动画片，妈妈就回来了。你就和我们一起回去吧，孩子还这么小，要妈妈陪的呀。妈妈，我有一个秘密想告诉你。你说。妈妈，我爱你。妈妈也爱你。好了，你看，妈妈的同事来催妈妈开会了，回去等妈妈啊，妈妈马上就回去陪你啊。好，金姐，带她走吧。妈妈，我不想走，我不要。妈妈，我不想走，我不想走。都是自找的。穆导，你来了。过来。别看了。我说你不是别人的毛病，到底什么时候好？我在这站着呢，你看不到啊？你也要去上厕所，还要跟我手拉手？我只是告诉你，现在穆导也到了，我有导演和主持人的支持，这个拍摄计划都会进行，你自便吧。对了，我好心提醒你一句，这里是公司，八卦不可以，节外生枝更不要。和同事保持距离对我们的工作有益处，别给我多管闲事，影响我们拍摄了。鱼再走。我没什么意见。既然决定明天要拍，现在也不早了，8点散会。谢谢穆导，谢谢穆导，谢谢穆导。汪姐，那个我没事，谢谢。B 组的会开完了吗？
走走走走。我问你 ，B 组的进度 ？B 组，你等我想想。B 组就说明天早上去补拍啊。这点儿呢，大家都回去了吧？走走。不是，哎，这别说话，嘘。怎么，我下午骂的特别凶吗？凶吗？简直就是残暴不仁！你说你当着那么多人面骂人家，她毕竟是个女孩子，总要面子的嘛。进了这一行还分男女啊？等他哭够了，你告诉他，第4期的拍摄内容他自己看着办，拍不好，别回来了。不是这个我怎么能说？这，哎呦！妈妈也爱你。看起来跟汪姐见到儿子的情感比起来，好像差一点。下次可以更真诚哦。袁斌导拿出了新的拍摄方案，但是顾总说，再给你一个机会。希望这些资料会对你有所帮助。喂，现在是凌晨1点多。陶教授，提
前跟你预约今天的时间，什么？请你客串。好。你答应了？真的吗？曹教授晚安。这都几点了，怎么还不出发？要不咱们先过去吧。师傅，王姐好。走。哎，出发了，师傅，去影视基地。好。去那儿干嘛呀？路上再说，快来不及了。师傅，咱们快点开啊！好嘞。哎，等等，你说什么？请你客串呀。我是顾问，不是演员。你现在是网络上当红的文物男神，请你客串的消息如果放出去的话，对节目那是最好的宣传，怎么能不呢？我不同意。郝教授，于代导，就算你扑过来跪下求我，我也不会同意的，绝不。你这人怎么能出尔反尔呢？什么出尔反尔？郝教授，已经跟你预约今天的时间。干什么？请你客串。好。哎，这是。我听别人说，你每次睡眠不好的时候都会很好说话，原来是真的呀。顾时庸说的吧？差不多吧。顾叔叔还说你跟顾总是关系很好的同学，无话不说呢。走了走了，化妆去了。不是，我真不是演员呀。嗯。你也客串啊？嗯。你演谁呀？令妃。汪姐临时被我拉过来，现在还在生气呢。指望她找当红的演员啊，估计不太可能了。我再来客串一把。那汪姐演谁呀？慈禧。我演光绪吗？不啊，乾隆。于编导，你看怎么样？好看。嗯，这不是明代皇帝吗？对，嘉靖。嗯。小鱼，你到底要拍个啥？顾总能同意吗？我昨天连夜给顾总发了剧本，他允许我调动所有公司的资源呢。这疯狂的创意不是凌晨3点钟才发出来的吧？嗯。看镜头，看镜头，笑一下。1、2、3 ，And action！ 老祖宗吉祥。慈禧每天醒来，由宫女服侍穿着内服和鞋子。宫女用热水、毛巾给慈禧敷手和脸。1条毛巾，1盆热水，每泡敷1次，换1盆热水，反复10余次。用热手巾将手包起来，
在热水盆里浸泡相当长的时间。要换2、3盆水，把手背和手指的关节都泡随和了。这是老太后健身法之一。有专人给慈禧梳头，多数由李莲英服侍。梳头过程繁琐细致，梳头的同时，李莲英陪慈禧说话，逗慈禧开心。慈禧选戴喜欢的饰品、护甲，最后，宫女帮穿好衣服。整个起床梳妆过程需要3个多时辰才能完毕。皇太后吉祥。珍儿来了，赐座。谢皇太后。来的正好，陪我说说话。瞧见外头那些人了吗？哼，不过就是个寿辰，叫他们采买些上好的玉石。可这些人呢，左一个皇太后，这银子不够使啊；右一个当地寻不见好玉，求你给个恩典，将这差事派给别人吧。一个个的推三阻四，诚心不叫我好好过寿。皇太后息怒。皇太后，底下人不懂事儿，您别同他们置气，小心伤了凤体。各省绝不敢怠慢您的懿旨，无非是翡翠价高难觅，他们手里搜罗的物件品相入不得凤眼，还请皇太后念在他们过往办事还算尽心的份上，再宽限些时日，容他们将功折罪。你倒是个善心，又跑到我这儿做和事佬来了。皇太后既然烦闷，不如珍儿讲个故事给您解解闷儿。你真是变着法儿的为这些人求情。成，今儿看在珍儿的面子上，我可以宽限他们些时日。不过，你今儿要讲的这个故事，它既得是一个故事，又得是2个故事。这2个故事之间，它既得有关系，又得没关系。你若讲得好，我就免了他们的法；若讲不好，连你一道受罚。领旨。那珍儿就给皇太后讲个乾隆年间的旧事儿。高宗皇帝爱玉成痴，常命西洋来的画师为他画玉器。画玉容易，画出玉的魂儿却难。西洋画师们对此叫苦不迭，有人就求到了孝仪纯皇后呢。当年她还只是令妃。令妃娘娘，救我，救我！
令妃对这位画师的处境颇为同情，便教给他了一个法子。那幅画颇为拙劣，高宗皇帝自是不会入眼，就免掉了他的差使。但是后来不知为何，此事终为他人所知，堂堂帝王颜面何存？令妃自然也受到了迁怒。真儿，你刚刚讲的这个故事，它还只是一个故事啊。皇太后，容真儿慢慢往下说。令妃生性机敏，决定慢慢等待良机。当时苏州玉雕名闻天下，造办处很多玉匠都出身于苏州专主相玉工世家，玉匠姚宗仁便是其中翘楚。小人姚宗仁恭请皇上圣安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朕今天刚得了一件苏州上贡的双鹰耳玉杯，你也瞧瞧。朕看它杯身隐约有土石之迹，料它应该是汉世以前的珍品，你看如何？陛下，这并非汉代的珍品，此乃小人的祖父之作。何以见得？陛下，您看那杯身的气痕，只因此处玉料有瑕，亦被看出端倪。小人的祖父突发奇想，于此处钻出密如风柴的细孔，用琥珀粘之成粉，加以涂抹清润，经过烤制，待1年以后，简直是天衣无缝啊！大胆！陛下恕罪，小人失言，这真是小人祖父的独门秘技，小人又怎敢欺瞒陛下？拖出去！令妃到。臣妾恭请陛下圣恩。皇上，你要示意我平身啊！于再早，你搞什么？导演，是陶教授忘词儿了。导演，实在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我没事，没关系，没关系啊。陶教授，这就跟您平时录节目是一样的，您不用紧张，放松一点啊。我知道，陶教授，一定是于再早干扰到您了，没关系。这样，您啊，按您的表演节奏来，您不用管他，他就是一个表演小白，咱们放松一点啊。您跟我学啊，来，吸气，呼气，吸气，呼气。陶先生，怎么样？用了我这个呼吸法，是不是感觉好多了？得嘞，那咱再来一条 ，OK？ 好。得嘞，各部门注意啊，就从令妃进开始，演得不错啊！来，各部门准备，好，来，调整啊 ，Rolling, Speed, and Action。令妃到。看，
于大早，你对不起，导演，这花盆底太难走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肯定能走好。好啊，那个小心一点啊！蓉，你快看我头是不是歪了？来，快，该修该补啊！好。好了，好了，导演。快 ！And action！ 臣妾恭请陛下圣安。起来吧。你怎么来了？臣妾听闻玉将触怒龙颜，臣妾斗胆向陛下谏言，且恕他这一回吧。那你倒是说说，朕为何要宽恕他？因为玉将杀不得。为何？明有一玉作大家陆子刚，于苏州开办琢玉作坊，以精妙绝伦的玉雕之技冠绝于世。此人有一怪癖，凡亲手制作的玉器，皆要留下子刚制的字样。嘉靖帝心生好奇，破例召见，故意命其雕一玉件，不许其落款。陆子刚，草民在。朕命你再雕琢一玉器，但不得有子刚制落款。草民领旨。陆子刚回去后陷入了苦思，他曾立下誓言，在每一个亲手完成的玉雕上落款，令刻者之诚永彰于后世。可如此一来，便违背了圣旨啊！日升月落，时光飞逝，交玉之期近在眼前。他突然灵光一闪，开始埋头雕刻。陆子刚交上了一件玉马，嘉靖帝翻来覆去的看，并未看出破绽，一时龙心大悦。玉马栩栩如生，颇受皇帝喜爱。可是有一次，嘉靖帝把玩玉马，竟意外地发现，原来那道子刚制的落款巧妙地藏于马耳之中，不由雷霆震怒。草民陆子刚，叩见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陆子刚，草民在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真乃绝技也。赏银500两。草民谢主隆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如此说来，朕要杀之，倒不如前朝皇帝心胸宽广了。当年明朝皇帝的宽宏大量，成就了一段千古佳话。如今姚氏玉雕之技冠绝天下，好的人才便如良质美玉。陛下是有为明君，又怎会跟他们一般见识呢？说得好。但治伪玉欺骗世人，虽技艺惊人，朕还是要罚。就罚他照原样做一件玉杯。听好，差之分毫，朕都要降罪。姚宗仁，你可认罪？生门浩荡，小人
感激涕零。臣妾谢陛下圣恩，这犯下欺君之罪的姚家，陛下都能宽恕，可见陛下是多么圣明的君主，又怎会一直生臣妾的气呢？你呀，起来吧。皇太后，真儿讲的是一个故事，但也是两个故事，故事里都有苏州的玉，两者自然是有关，但一个是明朝的民间传说，一个是咱们高宗皇帝的旧事儿，自然又是两不相干。真儿也不知道这个故事得不得皇太后喜欢，若有冲撞之处，还请皇太后恕罪。就这么着吧。叫他们都散了吧。这，我也做的有些乏了。跪安。谢皇太后。真儿，你可知那大明朝的陆子刚，最后落得什么下场吗？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双鹰耳玉杯，清代作品，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。玉杯两侧以童子为耳，两童皆面带微笑，手扶杯沿，脚踏祥云，造型十分俏皮可爱。明代宋永兴《天工开物》有云：“良玉虽极精实，工巧则推苏峻。”地灵水秀的苏州孕育出了杰出的玉匠，无数精美的玉器成为皇室珍藏，一代代的流传下来。紫钢制也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缩影。王姐，穿的真好，太漂亮了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啊，对不起啊，我接个电话。木导，木导，啊，这次时间太仓促了，让导演组费心了。没什么。哎，咱这个节目你觉得是不是不逊色于他们那个玉器巡展呀？在我心里，你们是最棒的。都是大家的功劳，况且剧本写的不错呀。再接再厉。对了，于编导，陆子刚最后是怎么样了呀？民间传闻，有一回他不小心在龙头上落了款，被。涛涛，如果下次有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，你又不是第一次演戏，以前你不是参加过什么话剧社的吗？这演得很好啊。很好，陶教授，鼓励。还有下一次。佳莹呢？哎，不是于编导说他全权负责通知的吗？我好像忘了。这几条好像是他们后来又校对过的。好。你看一下，正好都改过。好，那我把这个调整一下。好。
这个呢？这个要不要改啊？我看一下啊。于大早。为什么不告诉严佳音？我忘了。于大早。碍事。我知道你很有天分，但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你这种人。在摄制组里有导演、美术、摄影、剪辑、配乐，孵化到多种职业的人。正是这些沉默平凡的人，一步步实现了你的好的创意。而袁佳莹也是这么努力的人，她担心节目无法顺利完成，愿意主动出来承担责任。所以待会儿等她回来以后，认真向她道歉，否则的话，我再也不会帮你。还有，不许碰别人的私生活。我说的是王希宁。离婚的夫妻关系最为复杂，绝不允许你瞎掺和，听懂了吗？回答我。那如果我不掺和的话，你以后可以一直帮我客串吗？不可以。基本我会非掺和不可，因为我要做好事。哎呀，大家有没有看《传承》最新一期？我也是第一次看了这种奇葩节目，讲个玉器而已，故事里面套故事再套故事，想必很多见多识广的观众朋友们都被这种套娃式的设计给震惊了吧？但是啊，咱们震惊之后就见到那点击率就嗖往上涨，才更新2个小时就已经破1000万点击，而非遗物语这边完全是溃不成军呢。我现在就好期待下一期还有什么神奇操作。谁进来的？给我查！混蛋！不实用，小白脸，不实用。哎呀，好了，干嘛那么暴躁呀？非要我说，你就没必要跟他们针锋相对，咱们各做各的节目不是挺好的吗？我凭什么呀？我构思了3年的节目，我呕心沥血构思了3年，刚要动手，他捷足先登了，他还拉走了投资商，我凭什么退让？我还告诉你，大家公平竞争，该做什么题材我就做什么题材，我非但不让，我还要一个节目跟着他干，唱拼一下唱，我一个节目跟他们一个节目干，一个节目加一个节目的投钱，我用钱砸死他，打死他！之前临时改变拍摄计划，没有来得及通知你，是我的错。我诚恳地向你道歉，可以原谅我吗？你说能不能？我郑重地向你道歉，你能原谅我吗？没关系，现场只能有1位编导，我理解你的选择。毕竟是我先干涉了你的工作，给你造成了困扰，换做是谁都会生气呀。哎，你没有什么别的想说的了？说什么？陪我去趟医院。啊？出什么事了？汪姐在来公司的路上出点小事故，我现在要去医院，你陪我去，你留下来准备第5期的拍摄方案，我回来就要看。
你怎么来了？你没有听清楚我的要求吗？下车。顾总，拍摄方案我昨晚2点发到你的邮箱了，请问我可以蹭个顺风车一起去看望汪姐吗？木导，木导。这么巧，木导，你也是来看望汪姐的吧？都怪我疏忽，没有提前告诉你，本来可以一起来的。王希，你病了？哎，我不是，我来看我一个朋友。来都来了，就一起上去吧。啊不，我没时间去，你们去啊。那个我还得剪片子呢，你们代我问他好，行不行？代我问他好啊，我不去，我们，我真不去，我还剪片子呢。哎，这，哎呦，我真得剪片子。汪姐，顾总，可以了，谢谢。汪姐，怎么样？好点没有？飞轩怎么说啊？哎，你是找对了呀，王小姐，您不知道，这位先生在外面走廊上绕了好几圈，还非说是找错病房了。我朋友住13楼，我是被他们推进来的。哎呀，谢谢您了，我送您出去啊。啊，你们都来了。都来看你。我没什么事儿，最严重的就是脸上的擦伤，然后有一点点轻微的脑震荡，这个腿扭了一下。不过医生说了，1个月就可以完全康复了。但是这个月我恐怕就不能出境了，后面的事情我经纪人会直接打给你，跟你对一下工作和日程。王姐，你千万别想太多，我来是来探望你的。你加入了节目，就是大家庭的一员。无论你伤得如何，节目永远会等你。好意我心领了，不过补偿的事宜还是要谈清楚。我不想因为这些琐事影响到我们之间的友情。给我买的康乃馨，那是送给母亲的花。我个人更喜欢玫瑰，而且要粉红色的。下次一定注意。哎，那个肇事司机呢？司机呀，应该已经在派出所了吧？这几期的节目我上不了了，我帮你联系了文州，知道她的吧？去年爆剧的女1号，人气和流量都非常的好，主流媒体也喜欢她。而且我在想哈，咱们现在的节目越播越火，你就没有考虑过要上星吗？巧了，我正在和电视台谈这个问题，他们也希望我邀请文州做嘉宾。我说王心宁，你现在都伤成这个样子，你还在想着工作，你要不要命啊？事业就是我的生命。汪姐，莫导这是关心你，你千万别误会。哎，谁关心他？哎，这干什么？你这个人嘛，看一眼都是多余的。我还要剪片子呢，走了。莫导。汪姐，你还是要保重身体，这些事儿可以稍后再慢慢谈。我挺好的，你们都看到了，也没有缺胳膊断腿儿，我也没有那么娇气。这个节目付出了这么多人的心血和精力，我不能因为我一个人耽误大家。
继续刚刚的，我们说到哪儿了？文州。对，文州，我都帮你联系好了，你一定要打给他。谢谢。当时我们是正常行驶，那辆车一直追，想要强行拦下我们，才发生碰撞的。汪姐坐在副驾驶上，司机有事请假了，所以是我开的车。但是交警很快就赶到了，立马就抓住了那个肇事的司机。现在经纪人也在处理后续的事情了。但汪姐的情况没有像她说的这么轻松。刚到医院的时候，头晕呕吐的厉害。她做完 CT 就开始工作，医生担心她会有迟发性的颅内出血，建议留院观察72小时。但姐她坚持要让我下午就办出院手续。怎么办呢？我会劝说汪姐留院休息，不用太担心了。李编导，文件还给你。李编导，李编导，于编导，我看得见。人生呢，不是你这样思考就能思考得出来的，拍摄方案也不是凭空就能蹦出来的。好好准备一下待会的会议 ，OK？ 人家汪姐都受伤了，小鱼一定是很担心她嘛。这你就不懂了吧？于我而言呢，作为一个摄影师，摄影机坏了，我就是换一个新的而已嘛。对于一个节目来说呢，有个主持人嘛，剧组谁是不可替代的？你吗？我吗？还是他？哪怕是我们出了天大的事儿，也阻挡不了观众想要看咱们节目的心。但现在最关键的一点就是，如果我们的拍摄方案不能让楼上这位顾总满意的话，咱们今天谁都没法下班。孰轻孰重，能明白吗？好好准备。谢瑶，下班之后有时间吗？我？嗯哼。我说于编导啊，你看这公共区域全都是监控，咱们不好盯。再说咱没卡，根本就上不了这15楼。算了吧，啊。人呢？谢谢。女士，我来帮您吧。去15楼，谢谢。
宁宁，你坚持要离婚，妈妈就死给你看，你可别后悔。请不要让服务人员看见穿着光鲜亮丽的客人就给刷卡上楼哦。现在坏人很多的，你们要加强安保，好吗？好的，女士，谢谢。小鱼，你们怎么都来了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啊。我每天看你邀请谢瑶出去，又不说去哪儿，我很担心你，所以就一路跟着你们了。这结果又半路跟丢了，我就只能找陶教授了。那不是跟丢了吗？最后怎么找过来的？早知道我就不同意你在我手机里装定位了。啊，这是为了让你下班乖乖回家，不是像今天这样到处乱逛。二位辛苦了，我们有事还要处理，你们先回去吧。啊，今天的事儿不说，跟任何人都不会提起来，什么事都不说。什么事儿啊？哎，稍等。啊？车钥匙。太晚了，赶紧先送我叔叔回家。啊，明白。谢谢陶教授。行了，走了。哎，这小鱼，我看啥呀？不让打扰人家。干嘛呀？追着我呀？徐再造，假设盛琦真的是幕后黑手，你卷入到这场离婚官司里，就不仅仅是麻烦。事实证明我是对的。想要帮汪姐，必须按照我说的走。姐，你耳鸣还没好，又不是会头晕，要不咱们还是回医院吧？我没事儿，医院都是记者，我怎么回去啊？喂。好，等我，我马上到。哎，姐，您去哪儿啊？要不我跟着您去？不用。汪姐，你出车祸以后，于再造非常担心你。这里有一些照片，里面的内容颇为惊人，或许可以帮到你。汪姐，对不起，是我多事。盛琦，他要跑了，不能再让汪姐受伤了。你干嘛去？哦对，这家伙是个危险分子。何教授，借用一下啊。不可以，你是外人，你这样跟盛琦对峙，就是毫不掩饰的威胁。说的对，来，给我用用。嫂子，您这是做什么呀？我跟他有些家事要聊，你先走吧。嫂子，您再这样，我就报警了。报啊！顺便把那些记者也叫过来，大家可以坐在一起好好聊聊嘛。不用报警，去酒店把保安叫来，把这个疯女人给我请走。是。
汪希宁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们已经分居了，我跟谁来往，你管得着吗？我是管不着。律师们还在谈判呢，这也是现在媒体最关心的话题。小朋友跟的时间太短了，就凭这几张破照片，还动摇不了你良好的社会形象。不过你别忘了，我手上还有你上千张照片和1T 的视频，内容有多精彩，你心里明白。我会让律师跟你谈。好啊，反正从今以后没有你说话的份儿了。邵先生，走。滚！走走走走。你什么目的？我儿子，我不希望我儿子长大以后，在网上看到有关他生父的丑闻。我不希望他在旁人异样的目光中长大。其实这些照片和视频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把它交给媒体和律师。我不想为自己争取离婚的砝码，因为我知道这些东西一旦交出去了，将来伤害的就是他。但是你真的太过分了，一次一次触碰我的底线。你提条件吗？明天我会把默默接到我的身边，我方律师提出的离婚条件，你必须无条件的答应。还有就是，如果以后再让我看见你身边那些乱七八糟的人在我眼前跟着我，后果你懂，懂吗？帅呆了。哎呀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喝一杯。难道不是吗？开车，开车。自商代起，中国便有了原始瓷器。随着大唐这个强盛王朝的对外经济文化发展与交流，中国瓷器的影响也开始遍及海外，成为了对世界文明的一项重要贡献。中国也成为了世人眼中的瓷器之国。眼前的这件是5代越窑秘色瓷莲花碗，秘色青瓷莲花碗由碗和盏托2部分组成。碗为直口深腹圈足，盏托形状如豆，盘口外翻，束腰圈足外撇，7组形态各异的莲花如浮雕饰以其上，器形敦厚端庄，釉色温润如玉，被专家们一致认定为5代越窑青瓷佳作，在秘色瓷中艺术十分罕见。开，过来。谢瑶，拍这名，辛苦了，涂教授。谢谢。接下来是清雍正款斗彩牡丹蝴蝶盘，还有康熙款斗彩海水龙盆的介绍。泛泛而谈没有意义，不如专讲斗彩海水龙盆，谈谈明清不同时期龙纹瓷器的变化。龙纹的变化，不同朝代龙纹变化很大，同一朝代不同时期也有很显著的区别。对比一下乾隆抹红青花海水龙大盘，你就明白了。哦，我想就这次大展的唐三彩再做个专题，不知道陶教授愿不愿意帮我？为什么不呢？我同于再早存在竞争关系。我不太明白。你们不是在交往吗？谣言。
我也觉得陶教授肯定不会欣赏那种。哦，我是说鱼边岛有点太特别了。你刚才说要拍唐三彩啊，对对对，唐三彩。我有准备一些台本，您可以先看一下。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地方，咱们可以再沟通。好。大家请。这些是刚刚冷却完送过来的仿钧窑的作品，本来成品率就低，杨婉老师要求很高，如果他不认可的，一律砸碎，是不允许被流到市面上面的。杨婉，采访的时间到了，别让人家久等了。杨婉老师啊，对待工作非常的专注，不理人的。我先带你们进去吧，里边的展厅有很多很优秀的仿果瓷作品。小鱼，你跟摄影师先进去。啊，先布置一下，好吧？轻拿轻放啊。这不是作秀的呀。没问题。打乾隆朝的时候，杨家就是做仿古瓷的，可以说是家学渊源。杨婉老师12岁开始跟他父亲学艺，一直都这样。对不起啊，肖先生，这艺术家跟常人的头脑可不一样，你们的猜测往往都离题万里。说得好，就对的。听汪姐说，肖先生是大学教授，那您是研究古代瓷器方面的吗？其实我是学数学的，跟他的专业没什么关系。哦。哦，冒昧问一句，您二位怎么会走到一起呢？好多人都好奇这个问题，我和他算是青梅竹马吧。这不是杨婉老师的作品吧？这是杨婉5年前获奖的一个仿汝窑作品，你怎么觉得它不是杨婉的作品？因为作品最能够体现创作者当时的心理状态和人物性格。你又把采访的人丢在那儿了？王希宁本来就是你的朋友，你去接待最合适。有些作品是为商业做的，有些作品是为参展做的。这个房间里绝大部分作品是为我自己做的。当时家里出了些意外，情绪受到很大影响，作品的风格变化也很大。走，带你去那边看看。这个
是仿宋钧窑古定三足喜，是我早期的作品，也是我个人非常喜爱的一件。它细如骨形，受音律之美，三足托以如意，取吉祥之兆。它喜内的天青色和喜外的玫瑰紫融为一体，华贵却不失典雅。走，去那边。导演，您的开水给您加好了。好，放那边，谢谢。为了寻找天然开采的优质胎土，我们杨老师啊，经常会全国各地的到处跑，平时都不爱接受采访的。你们已经是非常的幸运了。是吗？干什么？啊，我们杨老师这会儿正在配制釉料，非常考验制瓷者的水平，釉色掌握的不好啊，永远都做不出好瓷的。是汝窑啊，但杨老师好像对仿钧窑更为精通。谁说啊？早期的钧瓷也如此，特别接近，就像是双胞胎似的，业界才有钧汝不分之说。我们杨老师钧瓷做得很出色，但是这些年来在国内外获奖的几乎都是汝瓷作品呢。哎，这怎么这么热啊？有空调吗？哦，那我帮你取来。小梦，哎，来拿着。好嘞。肖先生，肖先生，这我们什么时候？很不好意思啊，您的个人采访应该是要推迟了。这样，我们可以谈。这个不是。3。发现了什么？看得这么入神？编号03，编号06，编号12，编号29。这些都是杨婉在国际上的获奖作品，但正是凭借这些作品，她在年纪轻轻在这个行业里面声名鹊起。你很有眼光。这些都不是他的作品。你对瓷器懂得多少，就该这么断定啊？直觉。杨婉的作品，或冷峻锋利，或瑰丽多彩。其实我也一直认为，锋芒毕露、光艳夺目，才是他追求的艺术审美。可就因为这几件作品淡雅温柔，就判断不是他的作品，着实有些武断。
同一个艺术家在不同时期的作品会有不同的变化。再说作品和性格的反差，很多喜剧表演艺术家本人却非常刻板严肃呢，凡事都有意外啊。我可不是在同你开玩笑哦。我知道了，我们嫂子很认真呢。啊，好了，回去做正经事吧，走吧。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我原来你在这儿啊！还找你呢。肖先生，好久不见。谭教授，他是您朋友啊？于编导是我的好朋友，他拍摄的时候总喜欢四处走走看看，寻找一些拍摄灵感。还希望你不要介意啊。我的太太呢，就不喜欢别人在工作室里面到处乱走，而且这是一个放杂物的地方，又脏又乱，没什么好看的。如果你想到处走走，我可以陪你到处看看。肖先生，能请教您一个问题吗？原来如此，你们是想了解关于他的故事啊？这件天青釉瓷碗色彩实在是太漂亮了，就像那句诗词，怎么说来着？雨过天晴云破处。对，那么的莹润纯净、温柔内敛，跟杨老师的风格大为迥异。他应该更偏向与此同时期的那件作品才对吧？杨老师在创作这件作品的时候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？我给你们看个东西。她叫杨璇，她是杨满的双胞胎妹妹。
他在致辞方面的天分非常非常的高。我的岳父大人也把杨家仿古瓷的绝学全都传给了他。当然，他在这个行当里面也大放异彩。但是很不幸，在8年前，他在一次登山的过程当中遭受了意外，人已经去世了。那件作品是杨璇创作的。肖先生刚刚说过了，杨璇小姐在8年前已经过世了。杨婉为了纪念小璇，也转向开始研究汝窑。他非常的拼命，他非常的……但是那件事给他留下了太深的心理阴影，让他无法专注于创作，很久都没有拿出令人满意的作品。就算是这样，他也从来没有放弃过。倔强、固执，让你无可奈何。这就是杨婉。除了外表，他处处和小璇截然相反。正因如此，他始终觉得在父亲的心里，他永远比不上早逝的妹妹。夏璇离开了之后，杨婉受的打击很大，一段时间成夜的不睡觉，把自己关在了工作室里。这件作品就诞生了。这个作品里面埋藏着杨婉对小璇的全部思念，一切都是为了纪念她。哦，我学校里还有点事，告辞了。多谢。那天他们是一起上山的吗？啊，你说什么？我说，真是个感人的故事呢。走吧，去拍摄。OK 了，是要换个角度。文州还没到啊？已经在催了。一会儿说昨天通宵拍戏，一会儿又说半道上堵车的，你问问他们到底想怎么样？如果真的有心，为什么不干脆早点出发，直接在车上补觉？当我第一天做这行是不是？真对不起。也不是你的错，是对方工作态度有问题。你再催一下。好。叶编导，咱们这儿还有文州的外景，到时候转场去影视城，还有期中戏的部分，能来得及吗？我已经让淑荣在现场待命了，必须来得及。好了吗？好了，马上可以拍。拍了。仿古瓷风行于宋，繁盛于明清。其实，在明代的时候，就有很多的仿古瓷都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。可是如今却有很多人都认为，仿古就是照搬古瓷，这完全就是特别错误的看法。真正好的仿古瓷，是需要去体现不同时期的文化精神，还有时代的特色，那就更需要艺术家的思考和创新。陶唐，到底接了谁的电话？不打招呼就走，这个人这么重要吗？哎，受人之托，
家里寄养了只宠物，疲于奔命，没空陪你打球。宠物会打电话吗？我家的会。那我想见识一下，什么宠物啊？猫？比猫可凶猛多了。哎，对了，我有事儿求你帮忙。好了，明晚陪你打球还不行吗？那还差不多。阿卡，收工，今天到这儿啊。辛苦了，谢谢大家辛苦了。杨老师，您辛苦了。我想邀请您和所有的工作室老师一起吃个饭，不知道能否赏光？来给我。哦，对了，我还邀请了古瓷大师黄老先生。黄先生也在。嗯。我们确实也好久没见了。今天通告也变成乱了啊。好的。那让我回家换身衣服吧，穿这个实在也不合适。行，那我们先过去。好，一会儿地址发给您。叫上肖先生。行，走。我往车上搬吧。一会儿你也来。哦。这边还有个架子。母导，辛苦辛苦，一起吃饭。好。哎，小鱼，拉你过来。搞定了。拿过来，拿出去吧。哎，走吧。我觉得这家很有意思，有机会跟他们聊聊，能聊出很多故事来。那您怎么不跟汪姐多聊聊，化解一下误会？打住啊！木导，汪姐昨天给我打电话约我喝酒，右腿伤口开裂了，又送到医院去了。该，喝不死的。小然，你走吧，我再拍张照片。哦。哎，小朱。哎，木导，你跟王心宁在一起吗？那她现在怎么样了？汪姐昨天伤口又流血了，去医院做了治疗，没什么大碍，现在已经睡下了。我正在给汪姐煮粥，需要我叫醒她吗？不用，没事。我就是想问一下，你上次拍摄的时候那个雨伞是在哪儿买的呀？你发一个购买的链接给我，好吧？好的，没问题，一会儿发给你。行，就这事儿啊。好，再见。陶教授，打扰一下，2个月前杨老师要筹办艺术作品展览，向我馆内借走了中国出土瓷器大全、东方陶瓷艺术作为参考。我刚才看杨老师在忙，出来的时候没有见到他，你能否帮我把书找一下，顺便帮我转达一下？好的，陶教授，那请您稍等一下，我去工作室帮您找出来。谢谢。不想进去看看吗？我就知道。哦，闭嘴。在这儿等着。
真是。顾总，你怎么不进去啊？陶教授还没到，我在这等他呢。他有事儿，晚点来。于编导也没来呀？你说什么？他也没有来。我突然有个急事儿，你跟舞蹈说一声，杨老师他们来了，先应酬下。哦。您是？她叫小璇，她是杨婉的双胞胎妹妹，但是很不幸，在8年前，她在一次登山的过程当中遭受了意外。杨璇老师。